嗨，我是老板。现在很多人在教男生怎么在街头搭讪女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那女生喜欢被搭讪吗？不喜欢。你不喜欢被搭讪，因为陌生人突然过来跟你讲话，而且他如果突然很靠近，然后他可能就是然后你就吓，距离没抓好，对，你就吓到想说什么不知道。哦，所以其实街头突然搭讪会不是很舒服，对不对？对，因为它不是一个那种可能我们去夜店啊，那个搭讪好像还合理一点。对，因为去那边可能就会有这种状况。对对对，因为你有预期心理是有可能的嘛。可是街头你就只是在等车，或者是正在等人或走路的过程中被拦下来搭讪，这个你会防卫心升起来，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到底搭讪这件事怎么了？如果想要影片，欢迎订阅，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讨论一：女生到底会不会喜欢被搭讪？我看到不少女生在Twitter上面抱怨说，很多人在组团搭讪，不要再拿我们当练习对象好不好？真的很烦这种真的会很反感、很讨厌。组团搭讪大家知道有这件事吗？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恋爱教练会带一群男生去练习搭讪，他们凭什么成为那个教练？哦，你说对了，他们凭什么？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我也是不知道，因为我也没仔细看。这是人家跟我说，他看到很多人是一团一团。不是，我觉得自称恋爱教练的人好土哦。怎么敢说自己是教练？是不是？你有证照是不是？对，这个考试过这个东西没有证照可以认可，这个好像是没有证照，那他要秀什么？这是一个专业能力吗？然后他还收钱吗？对啊。收钱没有证照对，这一点倒是我们应该要想一下。违法了。他用什么让这些男生认为我有资格教你们什么？我得把我的女朋友一排排出来说，你看我有10个女朋友，这样吗？所以男生要想一下，你为什么相信他？你看到了什么值得你花这个钱？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因为刚刚小编讲，他有什么资格？我也觉得，哎呦，对耶。然后还有个女生说，拜托，我长这么漂亮，你要过来搭讪，你也先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哦，那个就不用去上课啦。他说我真的很生气耶，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女生的头像，她真的很漂亮，我就想说这个完全就是越级打怪的问题。对，这个不是要找教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看到漂亮去搭讪，就等于说你先看了她的外表，因为你喜欢她的外表，那别人也可以同时审视你的外表。OK， 你觉得这是一个对等的嘛？你看到我那么正，你来搭讪我，那我当然也可以看你怎么样，再决定要怎么回应你。对，所以男生不应该觉得说我去搭讪你就是看你漂亮，那你现在这么不赏脸是怎样？对，因为你不就是看外貌的价值来的吗？那你一点外貌价值都没有，你到底凭什么跟我搭讪？对，所以这就不用去学。因为很多人骂这个女生为什么？就说什么你自以为多漂亮，像你这种货色到处都是，什么就一直批判她。但是如果她真的长得很丑，男生会去搭讪她吗？对，而且她的头像就真的是很漂亮，人家又不是说普通，然后硬把自己讲得很漂亮，她就真的很漂亮。所以你刚刚说这不是学的问题，这根本不用学。对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外貌的问题。因为你也是看她漂亮，你才去跟她讲话的。小编的意思是说，你就没有外貌，没有到人家那个水平，你怎么学也没用，因为这么漂亮的女生真的不会喜欢你。外貌再怎么样也要有一个对等性，对吧？对啊，真的男生要不要醒醒脑，听听我们一般女生跟你讲好不好？那个真的不要被 PUA 教练也不是女的。好，那这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你觉得要追女生要听女生的还是男生的？当然是女生的。可是恋爱教练最爱跟你说，不要听女生教你怎么追女生。恋爱教练到底是什么啦？他到底凭什么？他觉得男生才知道怎么把女生，所以他觉得女生没有资格出来讲要怎么追女生。我就满头雾水你们连女生是什么生物都搞不懂。对啊，教屁教。好，第二点，男教练教男生怎么搭讪，他们会教见面的时候就要想办法用肢体去探测女生的底线，例如要摸到手或搭她的肩膀。然后如果他没有抗拒，就表示可以更进一步。靠北哦，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最让人讨厌的那种男生，这耳男型，耳男真的是耳男。对，因为超多女生说只要这样直接淘汰。你第一次见面，你手就一直要伸过来摸人家，然后一直要搂我腰，过个马路想要搭我的肩膀，这真的很讨人厌呢。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交战守则，这合理吗？这根本直接踩雷，你直接自爆。不会有第二次约会，而且真的还会被定义恶男，这样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可是我看到还有人跟我讲说，他们被教学3次如果没牵到手，3次没什么进度就放弃这个女生，换下一个目标。我们不要浪费这么多心神在这个女生身上，她没有价值。你到底把女生当什么东西？对啊，对。然后呢，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太有目的性。因为他在赶进度，他没有时间在了解你是怎么样一个女生，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要跟你有什么共同性，要怎么交流。他在想的都是怎么样找到机会摸到你的手，搭到你的肩膀，搂到你的腰，他就不会好好听你说话。那你连好好听我说话都没办法，然后眼神又怪怪的，一直在那边扫描你，一直想要什么时候要出手，对不对？对啊，就会让女生很反感嘛。你不要想3次啊，你第2次就约不到了啦。所以这种进度表，我真的是不能理解，而且还觉得说只要3次没进度就果断放弃他，我们就下一个。
根本不喜欢这个女生，哪一个女的你都好嘛，不是吗？你可以说换就换，你可以就好，对，是女的就好。所以你把女生当什么？把女生当某一种廉价的生物，踹一个是一个，乱枪打鸟。那女生当然感受不好，因为你从头到尾就不是认真的，而且也没有想要互相了解。说穿了就是狩猎。可是呢，很多人会说狩猎就是我们男人的天性。我每次听到喜欢用天性或男人的本性去形容求偶这件事，我都觉得你是昆虫还是动物还是什么？你是人类，你可不可以有点文明啊？为什么还在像动物一样在狩猎，然后把女人当猎物？简单讲就是把女生当一块肉嘛。那你有这种心态的人，女生真的就避而远之。她没有把你当人啊，你是肉不是人。没有把你当人，你们能相处吗？对不对？他把他自己当动物，把你当一块肉啊。跟他相处可能被吃掉，他就只想吃掉这块肉，其他他都不想啊。所以如果女生你想要找到好的伴侣，麻烦找那个没有把你当一块肉，然后一直说自己是在狩猎的男生。两性要好好相处跟交往的男生，而不是整天说狩猎就是男人的天性的这种男生。这种男生就是真的很不舒服。讨论3，一个男生的辣椒粉，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觉得这些街头搭讪正是造成很多女生恐男或厌男的原因，就会觉得这样的男生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然后还大举在街头出动，把我们当什么，然后就会觉得被骚扰嘛。他说教男生上街搭讪，然后去做练习，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孤独成本转嫁给路上无辜的女生去承担。你很孤独，你想脱单，可是你借由路人来练习，你是让我们这些无辜的女生承担你的孤独成本。他说他有好奇去看看他们的讨论，他看到他们说大不了就被拒绝，又没什么损失。他觉得很过分呢，因为这些女生就要花额外的时间跟情绪成本去拒绝你。你就是把你的成本丢到女生身上，然后你觉得我又没差，大不了拒绝我就走。可是女生要应付你有多累啊？可能被搭讪还很不爽，对，可能还坏了她一整天的好心情，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我第一次被搭讪就被摸什么的，心里是会很害超怕的。那就是这跟骚了吧？这太恶心。然后男生就没事没事，然后他就跑了，他觉得他没成本，然后你毁了女生的一天，然后也只能上脆写一写，然后还要被骂。这个社会是怎么了？他说你搭讪失败没有损失，是因为你把损失转嫁到被搭讪的人身上啊，你就一直在骚扰这些女生啊，然后你再来说我们就大量练习，反正没有损失。我分享一下我上次在酒吧被搭讪的感觉，那时候是我跟我一个女生朋友，然后我们是第一次出去约会单独的，以前都大堆头，然后我们就有很多话想聊，然后就有一个男生过来请我们喝酒，我们就喝了，因为那个是bartender直接叫我们现场调的，不会被下药什么，然后我们就给他面子就喝了。后来他就坐过来我们旁边开始跟我们大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我们很多话自己要聊，可是我们现在却得应付你啊，就是你可能点个头或什么还可以，可是他就过来跟我们大聊特聊，然后就打断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就开始要陪聊。后来对，因为就变成我们这个晚上是在陪你，是不是？就因为一杯酒就300多块，可是你就买了我们时间要陪你哦。我们当时只是社交礼仪，就OK 谢谢这样，然后点个头。那像这个我们就会有点困扰，因为你聊太久了。那后来我们私底下就在讨论说要不要走，要不要闪人这样，因为我们真的不可能花一整个晚上陪你聊天。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有很多人就会说你不会直接拒绝，可是我觉得女生在那个当下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容易。那个只是一个很隐秘的小酒吧，大概就10个人的吧台而已。我觉得如果是大夜店，像我以前去大夜店被请酒，我是真的都不喝。因为很暗，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放什么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在大夜店的吧台，就有一个人推酒过来说请你，好奇怪这样，然后他觉得他那一瞬间帅呆了，请你，然后我不要，然后我转身就走，因为我不确定你放了什么或怎么样，而且很暗，而且因为那个夜店就是很多人是会把女生带走的那一种嘛。那我今天晚上我没那个意思，所以我就不接受这个，因为我接受这个我就得跟你在那边尬聊，然后应付你，我不如就不喝就走，因为它是大夜店，就3人就不见了。可是我们那个小酒吧就10个人围在吧台，那我们就礼貌上OK 谢谢这样。而且他还用那个理由说我朋友生日大家一起喝，对，然后我们就OK 生日快乐，就是大家就是给个面子。没想到后面他就过来了，然后就趁他还在跟别人打赛说要不要走要不要走，然后我们后来就掰了这个理由跟他说我们要去下一家，因为我们也差不多了，其实是为了要逃避他要走的。结果他竟然说那我可以跟你们去啊，那边我也很熟。我就想说天哪，你真的是对，被缠上了他还想要跟着我们去下一家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义务要陪你聊天？这就是女生觉得困扰的地方。我之前有遇过是去喝酒，然后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他跑到我旁边要跟我聊天，但是我那时候刚好在回我朋友讯息，那我要在忙，对，我要先回来，然后他就一直噼里啪啦狂讲，可是他也不管你在干嘛，他应该先等你回完嘛。对，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先回我朋友讯息，我还很礼貌跟他说，就他还继续噼里啪啦，我就说等一下，我还在回讯息。后来他做出一个超没有礼貌的动作，他直接凑过来要看我手机，他说你到底在干嘛啦？你到底在回什么？为什么这么久？这个就是没有界限，因为我们不熟。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这朋友很没礼貌，没有界限，有他在我就不想出去。你没有尊重人家的隐私。对，我觉得有一些男生的心态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建议大家调整，就是你是不是误以为你去把一个女生对一个女生释放好感，她就应该要接受？请大家意识到两性是平等的，你虽然有搭讪的权利，可是别人没有一定要接受你的义务。这一点我觉得男生应该要理解。你当然可以鼓起勇气去试试看，可是女生没有一定要给你好脸色，因为她不见得喜欢你或喜欢这个行为。然后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啊，为什么你都不理我，然后怎样怎样？你要看一下状况。对，我好像没有遇过那种很会看状况的人，没有遇过很会看脸色的男生。就是怎么讲，因为我都会很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拽什么。我还有被男生骂过，很多男生都这样，你不理他就马上屌你脏话。因为如果我想要婉拒你，你又会没关系啦，又没关系，这就是女生的困境。我如果很客气的跟你说谢谢，然后先不用，你会觉得我只是客气。可是我如果凶你，你又说我高傲，说我不赏脸，又要骂我，我到底要怎样才对？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你知道，我今天晚上不想被搭讪，也没有这个意思，你可以去找别人。我到底该怎么做？委婉他们听不懂，委婉你听不懂，然后我严厉一点你就骂人，又觉得我们女生不给你面子，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女性的困境啊，就是我们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做你都 get 不到，到底要怎样？然后还会一直贴上，还要一直跟，还要觉得对。而且我到底为什么要就是答应一个我今天才第一次看过的突然跑出来的人？除非我就是对你很有好感，或者是我那一天是很 open 的，我今天晚上就是要来被搭讪认识新朋友的，有可能嘛？在那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那我就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现在就刚好很想交新朋友。可是如果不是，我没有保持这么开放的态度，你可不可以就意识到我说 no 就是 no， 不要再自我解读说女生的 no 不是 no。这个是现在男生应该要学会的两性尊重的这个东西嘛，不然我们女生真的就像你讲的，怎么做都不对。好，这个也刚好就是我们要讲的讨论次，就是社会还要 PUA 女生，不能拒绝男生的搭讪，并且还要保持友善，不然就会被骂高傲，眼睛长在头顶上。你要给人家面子，因为人家已经鼓起勇气了，然后只要不理他就是臭拽。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PUA 女生。为什么错的是女生呢？为什么男生搭讪女生有理，而女生却不能拒绝？女辣椒粉跟我说，在路上随便搭讪女生，然后被拒绝还觉得是女生的问题，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要这么抗拒。你们知不知道从小我们女生遇过多少性骚扰跟多少恶男？谁知道他是不是恶男？所以女生会有这个防卫心是很正常的。她觉得被搭讪的第一个反应直觉就是会先闪躲，会质疑她的正当性，会先想要保护自己，因为一路上我们遇过的骚扰真的太多了，很可怕。那这个是男生没有走过的路径，所以他会觉得你聊个天有怎样，干嘛奇怪那么凶。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调查出来说，一个国家的不婚不生的几率越高，是取决于男性跟女性看到的视角落差越大的，越有隔阂，越不能互相理解的地方，不婚不生的几率就越高。就是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嘛，然后你就永远追不到女生嘛，然后女生也挑不到可以理解我的男生嘛，所以我们就会不婚不生嘛，这才是那个 circle 不是吗？可是很多人却会责怪女生说，不婚不生就是你们现在女生太高傲了，然后都看不上我们男生，然后不愿意跟我们吃苦，然后blah blah blah。不是，是你有没有想过，女生选择不婚不生，是因为找不到可以尊重我们的男生，或找不到不要把我们当工具人的男生，找不到那么好的男生，然后我们才会选择不婚不生。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调查是蛮准确的，就是两性之间的误解或隔阂越大的，才会婚生率越低嘛，而不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女生太高傲。这个视角就很恶，因为凭什么是用男生视角来定义女生，而不是用两性平权的观念来看，为什么两性没有办法被结合？这样才是比较平等的嘛。好，所以这一集要问大家，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女生的话，我想听你回答，你被搭讪的经验好吗？你有过好的搭讪经验吗？有可以接受的吗？还是有那种很讨厌的？欢迎你分享这些经验，让大家来更了解女生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那男生的话，你可不可以回答，你有去跟女生搭讪过吗？有成功吗？还是你遇到什么状况你也觉得很不解？那如果很成功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然后本集我可以推荐真正的保障好男，这一集可以让我们看到现在独立的女生是想要怎么样的男生，会让我们愿意敞开心胸跟他在一起。真的希望男生可以看一下哦。如果想要影片，欢迎订阅，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